仙城，这楚风身上手段超然，定拥有非凡力量。看来传闻属实，他真的得到了脉之本源的力量。脉之本源，乃传说之力，若是被我族得到，我族将超越先祖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既关系我族前程，便断然不会再认你的性子。这楚风必须擒住。叶仙城母亲道。而此刻，叶氏仙族在场所有族人都是拿出了一道令箭，在他们周身出现金芒的同时，那封锁世界的数百道巨大虚影也是越发强大，看似获得了先祖大阵的力量，实则他们也在催动先祖大阵。在全族精锐催动下，那些巨大虚影不仅气息越发强大，形态也有了明显变化。一双双如明日般的巨大眼眸仿佛焕发了生机，同时向这艘战船的方向看来。只是那的目光便看得楚风呼吸都变得困难，那不是寻常的目光，宛如神的审判。若是换作其他人，恐怕只是这目光便足以让他们魂飞魄散。可想而知，他们若真的出手，将拥有怎样的威能？是真正的举手投足便可毁天灭地。老实讲，面对如此阵仗，楚风心中多少也开始发毛。可楚风看了一眼虚空之上，那依旧打量太古坟冢方向，而此地发生的事就仿佛与其无关的奶奶后，楚风便又重拾信心，转而看向叶仙城的父母。叶氏仙族最明事理的，居然是一个100岁不到的小辈。你们想要我的脉之本源，但你们却瞎了狗眼，看不出我奶奶的实力凌驾于你们之上。依我看，你们这岁数都活到狗身上了，连一点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。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识时务者为狗熊，但你们两个连狗熊都算不上，就是两只瞎了眼的老狗。楚风看着叶仙城父母，出言骂道。叶仙城则是立刻道：楚兄，那是我爹我娘，你这么骂他们，不太好吧？叶兄，我是对事不对人，你这个人我是交定了，但你父母现在分明是要置我于死地，我总不能夸他们干得漂亮吧？楚风对叶仙城道。叶仙城一阵无言，毕竟楚风说的也是在理。实力，在我族先祖大阵面前谈实力，之前我族大意，让你侥幸逃脱一次，便真觉得你能无法无天了。睁开眼睛看看吧，看看你面对的是怎样的阵法，是怎样的威能。区区凡人也妄想与仙力抗争，就算是在使用那阴险手段，也无法逃离此地。叶仙城母亲道：你确实应该睁开眼睛看看，看看自己多么无知。楚风道：楚风，你继续骂，你现在骂得越难听，等下你奶奶便是越惨。话到此处，叶仙城母亲捏动法诀，刹那间天地摇晃，那将这个世界围住的数百道巨大的金色虚影也随之动了。云层翻腾，一只只大手出现在天际之上，他们同时伸出一只大手向这艘战船的方向抓来。空间开始扭曲，大地已然崩裂。这方世界的所有人早就乱作一团，无心观察太古坟冢的变化，也看不到太古坟冢的变化。他们的视线都被那遮天蔽日的大手所覆盖。不明真相的他们看来，他们的这方世界就要毁灭。不只是这方世界，实则此等威势比之当初神族神母现世还要更为惊人。只要他们想，何止是这方世界，周遭世界完全也可一同毁灭。这便是叶氏仙族先祖大阵的威力。然而就在此刻，楚风奶奶察觉到了那先祖大阵的力量是冲着他来的，于是他的目光从太古坟冢的方向移到了叶仙城母亲的脸上。只是一眼，叶仙城母亲便没有了先前的自信，脸色变得惨白。她在楚风奶奶的眼中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压迫感，那是绝对的强者之姿。轰！也就在这时，楚风奶奶的周身释放出了磅礴的火焰，那火焰分化成数百条，如同巨龙一般向天际反冲而去，速度太快。当人们反应过来时，那火焰已是将巨大虚影落下的手掌手臂全部缠绕，且顺着手臂继续攀爬。很快，那一道道站立起来超越世界的巨大虚影都被那火焰缠绕起来。而先前还威风凛凛宛如神灵降世的巨大虚影们，此刻竟张牙舞爪，是在挣扎恐惧。然而当人们看到这一幕，还来不及多想，轰隆隆，火焰喷涌，那巨大虚影便全部飞灰烟灭。叶氏仙族大阵破了，随之汹涌的火海覆盖整片天空，更为强大的压迫感自火海弥漫而来。呜哇！
伴随着叶氏先祖大阵被破，所有手握令箭催动先祖大阵之人，皆是从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。叶先成的父母也不例外，但他们两个算是情况最好的了。眼下除了他们两个还能自虚空而立外，其他族人如惊弓之鸟，纷纷正自虚空坠落。除天神境强者外，所有人都已昏死了过去。然而叶先成父母却无心顾及受伤的族人，他们看向天际，目露绝望。那覆盖整片天际的火海正在下沉，是冲着他们来的。再度看向楚风奶奶，叶先成母亲扑通一声瘫跪在了虚空之上。他终于知道楚风的话并非恐吓，他的确是瞎了眼，竟未看出那立于眼前的究竟是何等强者。实际上就连楚风自己都看呆了，他知道自己奶奶强，却没想到强到这种地步。叶氏先族的先祖大阵可是不弱，可在自己奶奶面前却无抗衡之力。秒杀，那是一击秒杀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着他们的实力完全不在同一层次。奶奶，你到底已入何等境界？楚风看着自己奶奶，心中有所尽是好奇。楚风，放过我族吧。就在此时，一双手抱住了楚风的腿，回头观望，是叶先成跪在了自己面前，他满眼的祈求。见状，楚风捏动法诀，随之对着虚空高呼一声：“奶奶！”他必须开口了。叶先成不求他，他也会开口。他奶奶并不理智，那手段分明是要毁灭一切。他不开口，连他和蛋蛋也要死在这里。而正是这一声呼喊，却恰恰起到了作用。楚风奶奶先是一愣，有种如梦初醒之感，旋即猛然将目光投向楚风。当他看到楚风时，眼神彻底变了，不是那般舍我其谁，绝世强者之姿，而是一位奶奶看到了自己孙子的目光，他的眼中终是涌出了人的气息。风儿，宋洛以看着楚风，轻声唤道，竟有些小心翼翼，好像生怕声音大了吓跑楚风一般。是我，奶奶，是我。楚风赶忙回应，他既意外又高兴，本以为奶奶认不出他，他需要解释一番，却不曾想奶奶竟一眼就知道他是谁。风儿，真是风儿。那遮蔽虚空的火焰消散，就连余温都随着消失。叶先成父母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宋洛以依旧站在原地，他望着楚风，嘴唇颤抖，眼中涌现出泪花，显得格外激动。奶奶！楚风已是自宫殿飞出，来到了宋洛以的近前的面前。这不是做梦吧？宋洛以竟有些自我怀疑，因为他清楚他不正常的时候太多了，唯有梦中才会出现这般幸福的场景，而醒着的时候多是如同行尸走肉。奶奶，这不是梦，我是楚风。楚风说道，看着奶奶那红了的眼眶，以及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，楚风也是鼻头一酸。按理来说，他奶奶疯癫状态，本不该知道他到底是谁，但现在来看，他奶奶哪怕是疯癫的，可却也将世间信息收入脑中。必是如此，清醒之时才能立刻分辨出楚风的身份。奶奶的痛苦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大，他渴望清醒，因为清醒了就能去守护他在意之人，可却始终无法清醒。这是怎样的挣扎？风儿，你受苦了。宋洛以终是没能控制情绪，眼中的泪花顺着脸颊落下，可手掌却轻柔地抚摸着楚风的脸颊，微微颤抖。不只是手，浑身都在颤抖。能让此等人物激动至此，可以看出于他心中楚风的分量。奶奶，我不哭。楚风摇了摇头，没有过多的言语，乖巧的就像是一个孩子。此时的他不再是纵横修武界的最强小辈，就只是宋洛以的孙子。宋洛以嘴唇抖得更加厉害，似是有无数的话想说，无数的事想问，可一时之间却都说不出来了。可就在此时，虚空之上，太古坟冢再度有了变化，同时神咒二字自宋洛以的额头浮现。宋洛以的双眼从满是爱意再度化作毫无感情，旋即他的目光也立刻从楚风身上移开，就如同不认识楚风一般，看向了太古坟冢。奶奶！见此情形，楚风呼唤的同时，赶忙再度捏动法诀，这是他的手段。先前治疗的时候，虽未能让其奶奶彻底恢复意识，可楚风却通过治疗大阵，在其奶奶脑中植入了阵法，
只要捏动法诀，便能让其奶奶短暂清醒。可现在，这个方法竟然失效了。楚风奶奶没有任何反应，紧接着竟消失不见了。但楚风能感觉到，他奶奶离开的方向，正是那太古坟冢的方向。是神咒吗？神咒与太古坟冢有关联，还是奶奶自己感受到了太古坟冢内有着什么？楚风站在原地，表情复杂。好不容易与奶奶团聚，却又因为这诡异的原因分开了。楚风，奶奶去哪了？蛋蛋也是来到了楚风的身旁，应该是去了太古坟冢了。楚风说道：太古坟冢为何会去那里？不对，你奶奶苏醒，好像就是因为太古坟冢发生了变化。莫非那里有什么在吸引你奶奶？蛋蛋问道。多半如此。楚风道。就在此刻，宋云也是来到了楚风近前。该走了。宋允拿出了一张符纸，符纸催动，一股传送之力包裹住楚风与蛋蛋。下一刻，他们便来到了一处距离那艘战船很远的地方。宋允是担心楚风奶奶离开后，叶氏仙族再对楚风出手，所以干脆带着楚风离开那是非之地。可很快，一道声音自战船的方向传来，那声音覆盖面积极广，足以传遍整个世界。楚风少侠，先前多有得罪，还望见谅。我叶氏仙族欠你人情，愿以厚礼报答。那声音，楚风与宋允都熟悉，是叶仙城母亲的声音。哟，当众求和，看来我的担心倒是多余的了。宋允说道。也正常，楚风奶奶那手段，连他们的仙祖大阵都能轻松破开，到底招惹了什么人？他们心里也应该有点数了。淡淡说道。戒灵姐姐所言在理。宋允话罢，看向楚风。楚风哥哥，咱奶奶是去了太古坟冢了吧？我觉得是。楚风道。那楚风哥哥也要去太古坟冢吧？宋允问道。我定然是要去找奶奶的。楚风说道。太古坟冢可是楚风那位干姐姐龙卓言明令禁止楚风不可踏入的地方。楚风之前也听话，发现那太古坟冢便是龙卓言所说的禁地后，便直接离开了。可现在不同，他奶奶进去了。虽说他奶奶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实力，但太古坟冢毕竟太过诡异，楚风总是不放心。也许命中注定，那里就是他必须要去一次的地方。咱乃安危要久，楚风哥哥，那你先去，我呢还有些事要处理，回头再去找你。宋允说话间，将一张符纸递给了楚风。那是追踪符，一定范围内，宋允就会知道楚风的具体位置。这种东西，楚风在小鱼儿和王强他们身上也都有留下。你去做什么？楚风接下了这符纸后问道。一点小事，很快就会处理好。宋允说道。那你注意安全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哥哥也是。宋允笑了笑，旋即看向淡淡。再见了，比我还美的戒灵姐姐。话罢，宋允便离开了。